Hi everyone， 欢迎来到守望好莱坞。年末年初，国外的颁奖季、时尚盘点什么的搞得挺红火。众多敢穿会穿的女星里，有一位这几年势头很猛，每隔几天出席大型活动时，选的衣服都能登上时尚榜单。纤细却有料的身材，白如雪的皮肤，这位会穿的姑娘，就是因为格雷的50道阴影3部曲系列一炮而红的达科塔·强生。2015年，根据英国女作家E.L. 詹姆斯所著的同名小说改编的剧情片《格雷的50道阴影》上映。影片以大胆而传统的角度和独特的剧情场景，讲述了一位清纯女生与一位青年才俊之间的暧昧关系。尽管影片上映之后，业界褒贬不一，争议很大，但是影片对原著的高度还原让人信服。在被拍成美式幽默并带有一丁点悲剧化色彩风格之后，人们对片中女主角安娜·塔西亚聪明而精彩的表演感到敬佩。自从3部曲上映后，达妹身上就被打上了一脱成名的标签，但荧幕上的性感只是演技的一部分，现实生活里的她和饰演角色的性格非常不同。电影里女主害羞敏感又有点作，现实中的她接受采访时耿直坦白，大大咧咧，没什么需要保持住的人设，颇为淡定，甚至有些调皮。今天我们就来认识一下女主角的扮演者，拥有达妹之称的达科塔·强生。达科塔·强生1989年10月4号出生在美国德克萨斯州。他出生在一个演艺世家，家人都是名演员，还是上了好莱坞星光大道的那种级别。达妹的外婆蒂比·海德伦曾经和大导演希区柯克一起合作了《群鸟》《燕贼》。满头金发的外婆，年轻时称得上是与摩纳哥王妃格雷斯·凯利同级别美貌的女神。当时不仅把大导演迷得团团转，演技也征服了众多观众。拥有如此美貌的外婆，婚姻却不太幸福，一生经历了3段婚姻和一次破裂的订婚。18岁嫁给职业是广告经理的丈夫后，23岁生下了唯一的女儿，也就是达妹的妈妈。达妹的妈妈4岁时，外婆离婚又再婚，嫁给了一位电影制作人。好景不长，外婆的2婚在18年后破裂，没过几年又迎来了第3任丈夫，一位钢铁制造商。美人的婚姻成了吃瓜群众热议的话题。成长在镁光灯下的达妹妈妈也早早接触到了演艺圈，跟着外婆辗转各处，成了儿童模特。高中毕业后，达妹妈妈正式开始了拍摄电影，并在80年代成了风头十足的明星。1986年的《赞诞露露》里，她饰演了一位狂野性感的纽约女孩。1988年，她更是凭借《上班女郎》拿到了奥斯卡最佳女主提名以及金球奖最佳女主的奖项。妈妈拿到金球奖的第2年，达妹出生了。母亲是名演员，她的父亲唐强生曾经在电视剧《迈阿密风云》饰演警察，并因此成名。后来母亲离婚，达妹妈妈再婚，嫁给了大名鼎鼎的西班牙影帝安东尼奥·班德拉斯。达妹的演艺家庭变得更加庞大。在这样的演艺世家出生长大的达妹，从小就像母亲跟着外婆四处奔波拍戏一样，跟着家人走南闯北，在全美的剧组里泡大了。在剧组里泡大的达妹，从小就见过大导演、名演员，影视制作的方方面面都成了她日常里的一部分。不过，尽管10岁时就在妈妈主演的电影里出镜演了女主的女儿，到了12岁跟其他星二代们拍摄了青少年版时尚后，她才开始对演艺圈有了兴趣。直到17岁出落的亭亭玉立，也完成了高中学业的达妹，才在父母的允许下正式开始了演艺的工作。她不仅成了金球奖小姐，和妈妈一起登上舞台致辞，还签下了模特公司，成了各种品牌的平面模特，顶着新3代的名号出现，在竞争激烈的演艺圈里能起到一定作用。她在诸多电影里饰演小小的配角，比如社交网络、龙虎少年队等等。可大红靠命这件事儿，达妹也没辙，她等待着机会。
2014年，格雷的50道阴影开始选角，小说畅销全球，受众广泛，电影版的女主竞争非常激烈。据报道，当时参加选角的演员里，不仅有《复仇者联盟》里的伊丽莎白·欧森，还有饰演《爱的万物论》里霍金妻子的费利斯蒂·琼斯，以及《星云里的错》《大小谎言》里的雪琳·伍德利。如此华丽的备选名单里，有些名不见经传的达妹成了最后打动导演的那个。他说，达科塔有一切我想在安娜身上想看到的特质，她非常知道自己是谁，同时又有着甜美的气质。导演说的甜美又有主见的气质，这在后来达妹更多的曝光和访谈里得到了证实。对于露出的戏，达妹一开始就表明自己不介意，并且拒绝使用替身。当人们抨击剧情角色弱化女性的时候，她又明确表示，我不同意人们说她弱势的观点，我觉得安娜比男主更加坚强，她做的所有事都是自己的选择。如果女性想掌控她们自己的身体，并且不会感到任何羞耻，我觉得我就是那个拥护者。电影上映，票房大卖，达妹瞬间成名，还拿到了2016年英国电影学院奖星星奖，成了名拿了奖。从小就习惯了演艺圈的达妹没有飘，试镜选角拍戏，上杂志拍封面，接受访问，都还跟刚成名时没什么区别，说话也还是耿直坦白。她不参加曝光率超多的派对，闲暇时光只跟朋友家人在一起，上节目澄清怀孕传闻，嘻嘻哈哈2-3句让主持人没了话，接受采访也敢直接纠正对方的错误，让人有些措手不及。虽然她不喜欢成名后的曝光，但是身处娱乐圈中心，尤其男朋友还是世界上最火摇滚乐团主唱，想不被关注真的有点困难。她的另一半克里斯·马汀，只要对欧美音乐稍微有点关注，对他可能都不会陌生，毕竟他所在的酷玩乐团全球闻名。歌曲 Yellow 生命万岁 Something Just Like This Fix You 每一首都是歌迷心中永久传唱的经典。达妹和马汀这一对好莱坞明星，一个是演员，一个是歌手，画风总是给人感觉不太搭，但就是这样看似不搭边的两个人走到了一起，而且还在几年间贡献了大量狗粮。2017年10月，当时28岁的达妹和40岁的马汀第一次被拍到约会，是在洛杉矶的一家寿司店。自那之后，他们的关系就一直保持着牢固又低调的关系。即使达妹有演员工作，需要在别的地方拍摄，她也会在大多数周末回到马里布跟马汀在一起。如今两人在一起5年多了，约会吃饭还会认真穿西装。然而，这种一边倒的好评却不是这对情侣一开始就能拥有的。马汀跟钢铁人里的小辣椒葛尼斯·派特洛有过一段长达13年的婚姻，还有一儿一女。他俩结婚于2003年，分居于2014年，离婚于2016年。期间，马汀为他写过一首《Fix You》，格尼斯也为他的歌填过词。他们爱得无人不晓，甚至分开后仍是朋友。小辣椒会把自己的现任介绍给对方认识，3个人私底下还会在一起吃饭，而且关系还非常的好。甚至2019年，马汀和达妹短暂分手，还是格尼斯劝复合的。这种奇妙的氛围，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接受的。首先是奥斯卡影后珍妮弗·劳伦斯，两人在格尼斯分手后相恋，可是由于觉得他和格尼斯太亲密了，让这位大大咧咧的影后都觉得不值得，最终选择分手。再比如缺德媒体，就在听说马汀要把达妹介绍给他前妻之后，吐槽过像在见岳母。而另一边，刚凭借格雷的50道阴影爆火的达妹，也有无止境的麻烦。她在采访里无论说什么都要被标题党扯到与性有关的话题，所以这段相差12岁的感情刚爆出来时，各种难听的话是割了一茬还有一茬。但就在这样的背景下，达妹和马汀并没有被舆论牵着鼻子走。2017年12月被美国周刊确认恋情后，这两位完全没公开社交账号的当事人就销声匿迹了。不过他们的故事可没有就此结束。达妹拍戏期间，马汀会飞去她的城市找她，两个人就在空闲时找个小店坐着聊天。他们一起去参加时装发布会时都不走红毯，
而是偷偷溜进工作室，牵着手坐在一边讲小话。除了跟认识的朋友打招呼，他们全程没离开过对方。到了马汀开演唱会，他就是最忠实的粉丝；达妹去参加电影首映会，他就是开路的护花使者。而达妹呢，也得到了孩子亲生母亲小辣椒的肯定。2020年7月，达妹的无名指上悄然多了一枚戒指。半年后，考虑到双方因为工作原因都得经常出差，回来又要隔离，为了方便见面，达妹终于搬进了马汀的家，开始了正式的同居生活。日夜相对并没有消磨两人的激情，他们仍保留着恋爱的情趣，会一起去挖掘好吃的面包店，打卡网红餐厅，看中意的球队比赛，也会像夫妻一样逛超市，为家里添置存货。疫情反复的时候，达妹和马汀将活动范围急速缩窄，与朋友约饭大多都选在家里，而且激增的工作也减少了双方待在一起的时间。达妹和马汀就更懒得出街了，没事儿便宅家煲剧，还爱上了鱿鱼游戏。肉眼可见的，这对小情侣的未来愈发明朗，马汀的喜悦更是完全不想掩藏了。去年10月，在酷玩乐团的伦敦演唱会中，马汀还在演唱《My Universe》之前，突然朝着站在2层的女友大喊：“我的宇宙，他在这儿！”去年1月，网上传出一个故障视频，当时达妹正参加电影节视频对话，打开软件的时候出现了问题，大家等了3秒钟才终于看到画面，然后就猝不及防的被塞了一嘴的狗粮。都到这个程度了，除了祝感情长长久久，就想说多出来发糖吧。虽然电视是挺好看的没错，但是外面的世界也很赞呢。最后，如果喜欢这部影片，别忘了按个赞或是分享给身边的朋友，感谢您的鼓励，我们下期再见。